学堂君谕，请赐教。我等你们很久了。 你看清了吗？这个无作石比以前更厉害了，像是凭空出现一样，摸不清门路。看到你了，上面。诸葛一族的奇门遁甲，我曾有幸见过正儿八经的。不过说实话，像你们北阙的这一旁支，的确是不入流。哎，别躲了，下面挺闷的。莫流啊！我心有浩然气，手是君子拳，奇门遁甲，何处奇何处遁啊？你到底是谁啊？我说过我叫君玉，诸葛无成，你还真是如你的名字一般一事无成。你为何会知道我的名字啊？哼！我和诸葛青山喝过酒，和诸葛柳花下过棋，走过诸葛洛的八卦阵，睡过诸葛云真正的鎏金床。你说我为何会知道你的名字？小师弟，现在我想使用一套剑法，可手上空空如也，缺了一柄好剑啊！什么？小师弟？哈哈哈哈哈！你入门的时候难道没有拜过我的画像啊？倒是没有。这个老混蛋师傅竟然忘了！啊，算了，不和他计较了。我就是你们这一代的学堂大师兄。大师兄？你没搞错吧？不信，打过你就信了。不过这倒是师傅留下来的规矩。剑为何名？灵剑仙庄仙宫品剑，不染尘。剑不染尘，名字妙哉，配我的剑法。敢问师兄剑法为何名？君子剑。还真是位妙人。是啊，我们学堂的人不都是这样吗？哦，臭屁，自在，天下无双。君子有9思：视思明，听思聪，色思温，貌思恭，言思忠。鞋，鞋，
血！这是血魔功，北阙禁术。五座使居然偷偷练了这个邪功。来呀！杀了我！这就是你的君子剑，太慢了。君子之仪，着实不雅。邪人握剑，何不染尘？君子怒则诸侯惧，君子隐则天下安。你呀，着实惹怒了一个君子。去死吧！我是学堂大师兄，是这天下间最接近先生的人。五座使死了。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9万里。一个人怎么可以胸有如此豪情万丈，文笔却又如此秀美如花？师傅啊，我真想去会一会你这位诗仙朋友啊。可惜呀，倒是有几分能耐，只可惜吓不住我。哎呀，许久没有出手了，可我的剑法还是一如既往的断绝天下。大师兄，你要去哪儿？师傅让我来帮你一程，剩下的路你还是自己走吧。这茫茫人海，还有许多姑娘没有见过我，我得去见她们。此行无终点，他日难相见。二位，珍重。师兄不是要往北行吗？那千里荒原，万里冰川，不看了吗？等等我，咱们还是同行吧。还有说，你们此行一路往北，到底是为何呀？方才师伯遇到了我的妹妹，我们就是追他们而来的。他们带走了我最好的朋友。原来如此啊！刚才那辆马车中有一个人的气息非常微弱，好像是受了很严重的伤一样。哎呀，若是刚才我能拦住那辆马车，是不是此行就可提前结束了？是的。哎呀，为之悔之啊！师兄，你说马车里的人气息很微弱。是啊，与其说是虚弱，倒不如说是快死了。他们不会让叶鼎之死的。这种情况只有2种可能，一种是他们在带走叶鼎之的时候，把他打成了重伤。虽然我与云哥多年未见，但他的功力绝不可能在我之下，想把他打成重伤，应该不太可能。所以便有可能是第2种。东君，你还记得我们北阙寻找天生五脉之事吗？而叶鼎之就是另一个天生五脉。你是说，云哥已经练了虚念功？可这和虚弱有什么关系？自行修炼自然不会虚弱，
怕是叶鼎之被人强行渡宫了。强行渡宫。北阙魂官钟飞离，表面上看上去玩世不恭，实则是个武疯子。他以凡体之躯强行修炼了3重训练功。若是他将这些功力注入到叶鼎之体内，叶鼎之只需在经脉承受极限内，对这3重功力进行锻打，他便能获得非离所修的3重训练功。奇哉妙哉呀！天下竟有此等可以渡宫的武功。瑶儿，此行到天外天还需多久？日夜兼程17日左右。师兄，拜托你一件事情，接下来的路怕是交由你来赶车了。我继续修炼着虚念功，虽然云哥的3重功力是白给的，但我也绝不能输给他。他练到第3重，那我也要入第3重。包在我身上。爹爹，你醒了。醒了。这是哪儿？天外天。什么？不然你想去哪儿？自然是天启。就你这身子还想去天启？若不是我们救下你，你早就被魔气吞噬而身亡了。魔气。你在姑苏城过得太逍遥了，却不知道义文君那夫君景誉王早就当了皇帝。他要是回去就是新的皇妃。我知道你想去找他，可是你现在去就是去送死。你感受一下你的内海。这是之前你走火入魔，无法压制，后来我强行将我体内的3重虚念功渡给了你，这才给你救回了一条命。现在你体内有我那3重的虚念功了。这门功法竟可以直接传功？没错，我不是天生五脉，所以这只是普通人修到的虚念功第3重。但你不一样，你有天生五脉，若是修炼，远不止此。你们为何一定让我修炼这门功法？北离护国高手无数，光李先生一个人独守国门，我们北阙就一点机会都没有。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人习得虚念功，带领我们攻破这道国门。你们想借我的手摧毁北离？我说了，那是你之前的想法，现在呢？传说魔仙剑是100年前一位剑仙向魔神献祭换来的剑法，叶挺之。与其向魔神借力，为何不自己成魔？若你能修得此虚念功，这小小的魔仙剑又算得了什么？届时天启城没有人能拦得住你，哪怕李长生亲自出手，也未必是你的对手。你的家仇可以报，你的妻子会回来，过去所有的苦难都不会重现。北离待你如此，这世道待你如此，难道你还要做这种无谓的坚持吗？景誉王继位之后，派了很多高手在外寻你们。就算那日没有找到义文君，那明日呢？后日呢？他可能曾经真的很想与你一起过向往的生活，可你也要为他想想。他跟着你只能颠沛流离，那是他想要的吗？是你儿子想要的吗？
这狼月福地，还真如其名，是个福地。这洞下因有地热暖泉通过，所以即便外面天寒地冻，这方小天地却是温暖如春。方才你说你父亲的那番话，真是胡扯。我也没有真正进入过这狼月福地，想来父亲是有别的苦衷吧。父亲，父亲。父亲，你竟然怀疑他已经死了？到底多少年没见了？的确很多年没见了。或许他看到我，也不认得了。那现在需要我做什么，才能唤醒他？我不知道。父亲应该是进入了冥想状态。父亲，我是青儿，青儿来看你了。住手！那是你女儿。父亲，我是青儿。青儿，你真的是我的青儿？是。你怕我？我没有。你就是怕我。但是也没有办法，我现在一只脚已经踏入了虚念宫的第9重。这世上所有的生物，只要见到我，都会有一种无可抗拒而发自内心的恐惧。今天若不是你们来，再等半年，我就可以真正的踏入9重了。父亲，狼月福地与外隔绝，我们也是担心父亲的情况，才迫不得已擅自闯入石门，惊扰了您的修行。青儿该死！不，你不该死。你是好孩子，因为你给我带来了一件不一样的礼物。礼物？我没想到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之外，居然还有人修炼此功。你年纪轻轻，居然已经到了第4重。4重功力，难道这么短的时间内，叶鼎之竟然又破了1重？今天，只要吸了你的功法，我就可以不用再等，直接破境了。所以你找我来，就是为了这个？这么说来，一切就通了。文君的事，
也是你们安排的吧？就算我们不找你们，萧若锦也不会放过你们。不过你放心，逸温君他不会有性命之忧。青儿，你可是喜欢他？儿女情长的事情，真是有些麻烦呢。年轻人，你只要顺从一些，我看在我女儿的面子上，可以留你一条性命。凭什么？就凭你是曾经的北阙国主？曾经这2个字，未免刺耳了点儿。功力还不错嘛，这要是在年轻的时候，我可不一定打得过你。不过现在的你，在我的眼里，就是一只蝼蚁。是吗？虚念宫、不动明王宫、魔仙剑，3个如此强悍的功力同体，你就不怕断了经脉吗？既然你要打，那我就拼尽全力。昔日有人将毕生功力凝于13剑中，用此13剑踏遍南绝，一剑一高手，让整个南绝为之震动。他就是我师父羽生魔，一剑关尽天下业。师父，这13剑你若在泉下看到，可别说我糟蹋了你的好剑法。简直是受了点小伤吗？看来不是一般的天生五脉，真是后生可畏呀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叶鼎之。叶。我曾经见过一个武功精彩绝艳的叶，他本出自于我们北阙，可到最后却当了北离的走狗。他不是走狗，他是顶天立地的大将军，是我的父亲叶宇。什么？叶宇是你的父亲？好，那今天就先到这儿吧。在你临死之前，我让你看看虚念宫最神妙的地方吧。从今以后，我就是天下第一！云哥，别过来！让开！姐姐，父亲，是我是瑶儿。瑶儿，你是我的瑶儿。父亲，停手吧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这么多年你没有见到我，一来你就要阻拦我吗？姐姐，就差一步了。北阙这20年来的筹谋就差这一步了，有可能就因为你此举功亏一篑。姐姐，你3死了。如果不阻止父亲，
才是真正的害了他，害了北阙。妹妹，我们不要因为早已坍塌的王座，而去发动一场根本赢不了的、万劫不复的战争。好，你们若是要阻止，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你的话太多了。现在谁也阻止不了，能阻止虚念宫的，只有虚念宫。巧了，我也会这破烂弓。你是谁？女婿。云哥，我来了。同学，没想到我闭关不过20年，这世上居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，居然在同一个时代内，同时出现3名虚念宫的修炼者。好，我今天要将你们俩的功力全都消纳了。做梦！大河之水，天上来！同志，瑶儿，姐姐，没有用的，这不是我们能阻止的。你们定了！东君，我已经死过好几次了，不止这一次。云哥，都来！云哥，不要！这样你会死的，你听见没有？还来！竟然是天意！既然如此，倒不如把我余下的功力都传给你。岳风城，你疯了吗？云哥，云哥，不要我云哥，快停下来！你会没命的！谁在叫？快停下来，云哥！是同学。云哥，你醒醒，不要被迷惑了心智。云哥，快回来呀，云哥！回来，回不来了。我的家人死了，师父死了，妻子也被带走了。这个世界没给我存下半点善意，那我也决定不再报以善意。百里童军，对不起啊！雷门精神指果然厉害。精神指，一指3场。刚才这一场叫不离，第2场叫不归。
二公子，有个人也来了。雷。他可真会给自己找事啊！我才刚跟苏沐雨说过，不希望他们来呢。二公子，我们当真还有机会？有没有机会，就看有多少必死之心了。我还有第3场，唱精神。哎，我有个问题。什么？你们江湖人都是这样一边打架一边给自己解说的吗？雷梦莎，你确实很厉害，只不过你一个人，抵得过我们联手吗？谁说是他一个？我是清歌公子洛轩。清歌公子洛轩，你这家伙，你怎么也来了？只许你能来，我来不得。清歌公子，8公子中的雅公子，据说每次出现在人前，不是有雅乐相伴，就是有花瓣落雨。我一直认为那是夸张的说辞，没想到今日一看，这世上还竟然真的有这么做作的人啊！哼！愣着干嘛？走！想追，先过我这一关。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你要带我们去哪儿啊？西若寺，就在前边。叫什么？白东君，司空长风。怎么，现在探子取名字都这般讲究了吗？说吧，有什么消息没有？什么消息啊？你们不是老七派来柴桑城里的探子吗？当然是你们这段期间得到的消息啊。柳月和小黑另有任务，你先潜入柴桑城，等到了那里，自有我安排之人与你相见。那个雷大哥，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所以说，你还真就是脑子犯浑，想要闯出点名堂来。于是你从家里偷了一张地契，千里迢迢的跑到这儿来开酒肆卖酒的。哎，准确的说，我是酿酒师。而你，该不会就刚好真是无父无母，江湖浪人一个，恰好来到了柴桑城，而他能给你免费的酒喝，你就打打杂、吹吹水，白吃白喝的住下来了？
你这样说，倒也没错，不过措辞能不能稍微委婉一点啊？苍天呢？我是不是脑子抽了？我还以为你们二位是老七派过来的知音，结果你们不过是个过路的。所以我为什么要浪费我的时间，浪费我好不容易伪装来的身份，跑去救你们？我要疯！那个雷大哥，先别慌，也别难过。如果需要帮忙的话，我们二位可以帮。就你那三脚猫的功夫，你怎么帮？有人。怎么这么慢啊？是不是太久没打架，骨头都生锈了？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怎么跟师兄说话的，老六？那你说说，你怎么来了？不光是我来了，昌河。你怎么来了？路过了，所以来看。昌河，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没意思。我见你干嘛呀？我过来看戏的。看戏？没错。我有预感，这次这柴桑城里一定会有场好戏发生，说不定我还有机会见识到那群传说中的天之骄子们。谢强，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顾剑门怎么了？他不是马上就要成新郎官了吗？为什么你们一个个死去活来的？整个西南道一共有2大世家：柴桑城京前方的顾家和开阳城沐浴行的晏家。半个月前，顾大公子顾洛离于柴桑城300里开外的巴别城暴毙而亡。自此，整个顾家能够当家做主的只有2个人：顾洛离的最小的叔父顾五爷，另一个则是顾洛离的亲弟弟，也就是我们的老三顾剑门。但司空长风都跟我说过了。他皇帝爷为哪里变出的这些东西？别问，问了就是做作。顾洛离生死不到3日，顾五爷便仗着他叔父的身份，给他定了一门亲事。而这个亲家就是晏家千金晏琉璃，就是今日在马车里的那位。他的兄长便是晏家的当家人，也就是与你在酒馆里喝酒的那位晏别天。原来这门亲事是这么来的，也就是说，顾家大公子不是突然暴毙，而是晏家和顾五爷联手策划害死了他，然后想通过这门亲事彻底的控制失去当家人的顾家。可是这样一来，顾家不就成了晏家的囊中之物？这样做对顾五爷有什么好处啊？没想到啊！你这么个少年郎，竟然对这世间污秽的人心了解的挺深呐。对，顾五爷虽然在顾家空有个叔父的名头，但他没有权，所以他心里早就不甘了。此事一成，若他成为家主，失去一个西南道第1的位置，又何妨呢？
难怪这座城这么奇怪。也就是说，顾府附近，不，整个顾府都已经被燕家控制了。是几乎都被燕家给控制了，直到这位小白兄弟出现在了龙首街。所以啊，对燕家而言，你很蹊跷。不蹊跷，一时兴起，一时兴起。我还有个事儿。你说。那边有个女鬼。人被救走了。是，属下无能。不怪你无能，北离八公子一次来了俩，你们自然不是对手。你是从我这儿学了什么多嘴的臭毛病？明知道他是谁，你还调侃他啊？谁啊？燕小姐，金戈公子、卓墨公子，初次见面，幸会。啊，也不算是初次，护送你一路上，咱们见过很多次。你就是白日里在马车里的那个姑娘。你就是酒肆的小老板。还没死呢。我大人有大量，不跟你计较啊。老七与我说，他要邀请一位关键人物，我也是没想到。请坐。不知燕姑娘是何意啊？为何白天还放任手下大杀一场，晚上却亲自跑过来和我们密会？好问题。因为我爱他。你爱谁？我的天哪，多新鲜呐！你竟然真的爱顾剑门，所以你们燕家把顾洛离给杀了，就是为了让你顺理成章的嫁给顾剑门。是你疯了，还是整个燕家都疯了？我看是你疯了。你能不能闭嘴？你爱的，应该是前几日暴毙的顾家大公子顾洛离吧？看来是我猜对了。是的，我爱的是顾洛离，但没人知道，我兄长要借我的婚姻，从而控制整个顾家。他杀了我爱的人，还想拿我当棋子来设局。所以，你是故意入的局，为的是破局。是的。婚礼那日，我是绝对不会嫁给顾剑门的。我要嫁的，只会是顾洛离。恕我直言啊，他已经死了。死了又如何呢？我还是爱他呀。燕小姐，你需要我们怎么帮助你呢？抢亲。抢亲？不久之后，你们的兄弟会去劫一样很重要的东西，你们就带着那个东西来抢亲，然后做好杀人的准备。对了，你们要记住，下棋的从来就不是我的兄长，而是我。恕我直言，有点变态。一个心里全是怨恨的女人能有多正常？对了，我的直觉告诉我，我兄长身后还有其他势力，一股更强大的势力。什么？你要去抢亲？李大哥昨日不是去寻找合适的人选了吗？世间人人都识得北离八公子，你们不宜亲自出面。至于其他的人选，能帮忙且愿意帮忙的人又屈指可数。更何况
也不好让无辜之人平白的卷入这场纷争。既如此，那不如让我试试。掌柜的，为什么？我确实之前是想过找你们帮忙的，我甚至连说服你们的理由都已经想好了。但是就像你说的，我确实还没有下定决心，把一些无辜之人卷入其中。可无论我想与不想，我都已经卷入了呀。我想听的是你真正的想法。名扬天下。什么？我想名扬天下。古先生，有客至，可愿相迎？迎。情友之间，当以情因治好。先生以为如何？是仙子。我以为只是一个贵客，没想到是来自天外天的贵客。先生认得我？你的眼睛和你的母亲很像。原来是家母故人，那还请先生助我们北阙一臂之力。我知道姑娘此行的目的，可我已不问世事，你还是请回吧。仙子姐姐在看我。徒儿，该醒醒了。我感觉我要醉倒在这王眼眸中了。傻孩子，真给为师丢人。仙子姐姐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不如你先回答我吧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东君。东君。东君柯佩深烂山，青玉过时拂柳端。不信蓬莱千万里，春风还未过人间。真是个极好的名字啊！东君柯佩深烂山，青玉过时拂柳端。仙子姐姐，你要走了吗？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，以后我要怎么去找你啊？
不如我来找你吧。等哪日你名扬天下，世上谁都知道你在何处之时，我便来找你。果真是个少年啊！确定不是在嘲笑我吗？不，我是在夸赞你。他这是在阴阳怪气的说我，他脑子有病。讲真的，你为什么会觉得抢了这次亲就能够名扬天下呢？因为这不是门普通的亲啊！正如燕姑娘昨日所说，这门亲事乃西南道的登基大典。既然我已经得罪了燕家，靠着酿酒混入婚宴扬名的办法已然是行不通了，那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堂堂正正的抢了他这门婚事。到时候宾客满座，看我如神兵一般从天而降，无一不为我英勇的身姿所折服。掌柜的，过了。哦，原来你小子是为了女人啊？那又怎么样？不是你就没想过吗？如果你为的这个女人知道你去抢了别人的亲，她不生气？怕什么？有你们北黎八公子作证，你们不是都去吗？我这可是为了生死义气。去吧。不去吗？应该去吧。看个花，今天刚采的花。我们家新出了几个菜，尝尝。小姐，是我。静，小姐，什么消息？燕家那边同意我们的要求，为表合作诚意，会将那样东西送到我们指定的地点。有了那样东西，一旦我们将燕家扶上尊位，西南道便尽在我们掌控。闪开！不闪。来者何人？你可知我乃西南道燕家之人，得罪我们，可有想过下场？巧了，我们找的就是燕家的人。告诉他们，留下东西，饶他们不死。听到了吗？我家公子说了，西南道燕家算着屁呀！留下马车里的东西，饶你们不死。前半句，我可没说。我知道公子你肯定想这么说。好大的口气！你家公子倒是何人？我家公子可是……废话那么多干什么？上去揍他们！公子，你让我说完，听到没有？我家公子说不和你们废话，让我揍你们！欺人太甚！接住啊！
灯美人陪，杀人放火金腰带。你是8大公子中的柳月，传说你容貌绝代，也因此特别讨厌别人看你的脸，故而出行必在轿中，能不露面就不露面。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。公子，怎么办？被人看出来。早说了，做人不要这么讲究，这事也太明显了。我也不想让别人认出我的身份，但别人一下就知道了。看来我是真的很有名。也是，没错，我们就是被公子榜评为容颜绝代的柳月公子。是我，不是我们。那老子就来会会你8大公子。不堪一击，不堪一击呀！还不出来帮忙吗？很美的一把剑，是吗？那可配得上绝代的柳月公子。人非剑气，如何混为一谈？敢问剑主何名？白发仙。有趣的名字。我这把剑以美扬名，若是这把美剑可以杀死大名鼎鼎的柳月公子，是不是也很有趣啊？你有信心杀我？有些难度，不过我想试一试。很多人都想试一试，但我依然坐在这里。是吗？公子，又来了许多人。感觉到了，轻敌了。在杀你之前，我有一个不情之请。说。我想看看你的脸。世人以白为美，唯他通体着黑；世人尚美宠美，唯他爱丑怨丑。你是莫尘公子，莫小黑。哎，我问你，你说这次抢亲危险不危险？当然危险。要我说，你就不该去抢这个亲。那咱就是了，总要有一些准备，给自己留个后手。哎，我看燕姑娘也有几分姿色，真没法和那仙子姐姐相比。我可不是什么随便的人，知道什么是一往情深吗？哎，你有喜欢的人吗？我，哼，我可不喜欢情情爱爱。啊？啊什么？你没事吧？
哎，你干嘛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跑什么呀？你不正常。我只是说我不喜欢那些矫情的爱来爱去，就像我师傅一样，一点也不自在。你师傅？对啊，我师傅，就是将这个银月枪传给我的人。好吧，其实他也不算是我师傅。我遇见他的时候，他已经快不行了，浑身长满烂疮，躺在一个废弃的道观口等死。那可是追虚枪林9，却落到这般境地。后来我救了他，他教了我5日枪法。然后呢？然后5天之后他就死了。临死前，他让我把他的骨灰带回他的家乡。他跟我说，他曾经在那儿有一个很深爱的女人。那个女子呢，每日清晨都会在湖边梳头。他当时只是个穷小子，而那个女子却是镇上最美丽的女子。于是，他下了狠心，拿起枪便去闯荡江湖。只是这一入江湖，便是整整的30年。30年？那女子早该嫁人了吧？在他离开后的第3年，那女子便嫁人了。他甚至都不会记得，曾经有那样一位少年，每日早早起来练枪，只为了看他一眼梳头的样子。你师傅也是个了不起的人啊。了不起吗？或许吧。你看啊，这就是江湖。所谓的情啊、爱啊，根本就没有。人生苦短，何必给自己找累受呢？司空长风啊，你说你是个江湖浪客，一杆长枪，一壶烈酒，浪迹江湖。请问你浪迹的是哪个江湖啊？江河湖海的那个江湖？那只能叫浮水，怎么算得上是浪迹江湖呢？哦，原来是有人的那个江湖啊。对啊，既然有人，那便会有7情6欲，那情和爱便会是理所当然。也正因为有情、有义、有英雄、有美人，江湖才会如此动人。就当我说不过你。之前你说你快要死了，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只有15岁之后的记忆了，在之前的事情我就记不清了。但练了枪之后，有了武术功底，发现自己的心脉早已严重受损，没有几日好活了。白同学，要不我替你去抢亲吧？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不，我要自己去。名扬天下真的有这么重要吗？为什么他一定要让你名扬天下呢？这个嘛，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因为我长了一张看上去就能名扬天下的脸，或者说是我天生骨骼清奇，是个100年难得一遇的绝世英才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你什么意思啊？看不起我？司空长风，干嘛？你放心，我是不会死的，你也不会死的。我知道一个人医术很高明，等我们抢完签，我带你去看病。谁要担心你啊？还有，以后少说大话。走了走了。哎，你等等我呀！不过你今天跟我讲的故事，倒是给了我很多启发呀，让我更加坚信了我做的没错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得抓紧时间了呀，不然我心爱的姑娘或许也要嫁人了。虞姬，季轩，怎么样了？东西丢了，也不知那柳月从哪里来的。他一个人来就罢了，还有，那传闻中跟他不对付的莫小黑也来了。那你，
我撤得及时，没什么大碍。只是那东西，他们带着他走不远的。我们赶紧回柴桑城，提早做准备。好。也不知他要这个东西，想玩出什么花样来。看出什么了？不错，不错。什么不错？你来了，很不错。我来之前，老七可没告诉我，要救的人是你。这就叫做冥冥之中，天注定。走吧，方才那个人不是西南道的，看来燕家的背后还有另一股势力。天下第一的美公子与丑公子，还真是有趣的联手。看来他们已经迫不及待了。二公子，明日我可以穿白衣吗？恐怕不允。婚礼之上，应当穿红衣。只有参加葬礼，才穿白衣的。可谁又知道，明天是婚礼还是葬礼呢？